哥们儿，帮我按下报警。听说了吗 ？CEO 人选定了，谁上去了？空降的，土柳的顾许，而且咱 boss 还说了，只要他肯来，条件随他开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出国度现在我见多了，都是徒有虚名。哎呀，我看大 boss 这回啊是要花冤枉钱了。顾许，哎呦，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，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我的。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这点问题少点。我的吗？谢谢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小鱼小虾的，这以后我还得靠你的 CEO 罩呢。你这谦虚过头了。走吧，大 boss 等你。林叔，顾许，还真的是你啊！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也是来参加论坛的？啊，我瞎转转。你是代表哪家公司？我是来给我老公送衣服的。我现在是全职主妇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已经不工作了，是吗？顾许，哎，还真是你啊！你好，你好，诺信的张启德。杨成儒，大成的程序员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是您在江大的学弟啊。我听说您当年可是以咱们技科专业第1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普林斯顿的。那你这小道消息可能不太准确。当年我在江大的时候几乎没有拿过第1，我们的专业课第1是另有其人。谢谢啊。回见啊。喂，老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在休息室。我在门口了。2018年获得校友基金会职业成就奖，福布斯10大青年排名第1。哎，您好，市委号6689全安汇大厦哈。是。待会儿停到大厦南门就可以了。好。你是怎么开车的呀，林双师傅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踩错刹车了。就你这技术，还敢上路？就是心血来潮，偶尔拉一单，这样路上还能找个人聊聊天，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嘛。你这节能减排落实的，差点就把我们俩给聊上天了。不至于啊，我技术好着呢。不信你上 app 上看看乘客给我的好评，驾驶平稳这一项，点赞人数最多。偶尔拉一单就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了。反正就是个副业，偶尔打发一下时间嘛。这个是你的主页吧？哦，那些资料啊，好像是上一个乘客落下的吧？这几年深度学习技术快速更迭，与其看这个，不如多翻翻 Papers with Code，看看项目，敲敲代码。看这个，
只能是用来浪费时间。红灯。怎么样？刚刚做胃镜的时候，人家大夫就说也没什么毛病，你非要让人家开这么多药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种医生我见得多了，说好听的嘛，帮你省省钱，实际上就是瞎糊弄。哎，反正开的都是中药，就当补补身体了啊。哦呦，是药三分毒，对吧？你说啊？哎，林双啊，我陪你爸爸休息一会儿，你去帮你爸爸拿药啊。我们拿药还得付钱。林双，顾雪，好巧啊！巧什么巧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哦，刚刚这电话是您打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这个女儿是怎么当的？你爸爸骨折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啊，谢谢护士。爸，双双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没什么事儿，轻微骨折，打2个钢钉，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？是我告诉他的。林老师，这事儿林双早晚都会知道，你就不应该瞒着他。嗨，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摔下来，把脚给摔骨折了。有这种事儿，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？反倒麻烦人家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没那么严重。你说你天天在家又洗衣服又做饭呢，还得带着果果，你那2个要命的公公婆婆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儿出来，够烦了。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啊，没大事儿，放心吧。谁呀？快接吧，快接吧，万一这有正经事儿呢？接一下。啊。喂，你一声不响跑哪儿去了？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胃镜，你就把他扔下不管了？你这太不像话了吧！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泪人了，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喂，说话呀！我爸骨折住院了，我现在在住院部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么不早？我以为回国了，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，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在专业上较量一番。林双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这些年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来，再往前走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来，方向往左打，到，哎，慢一点啊，到，好，停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主要您旁边这车看起来挺贵的，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，咱俩都麻烦。是。哎，先生，我今天看车，这车见的可少啊。哎，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这车，反正比我的车贵。啊，比你的还贵啊！你们老两口可真是好福气呀！不光女儿孝顺，连学生都这么贴心。是呀，我们顾许啊还很优秀呢，年纪轻轻的就当了 CEO 了，还上福布斯榜呢。爸，怎么样？被明白了，还疼吗？哎，还好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出这么大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和林双，还是林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。告诉你有用吗？林双还要照顾你的父母呢，能有时间吗？嗨，没事，这不顾许在呢吗？他在也一样啊。
顾雪，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。我们家的事儿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高中的时候啊，多亏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，我才能顺利考上大学。有这份恩情在，我孝顺老师跟师母都是应该的。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肯定不一样。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？不走了，决定留在国内了。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？早就卖掉了，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，不用再为钱操心了，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哎，这一点啊，我还是支持顾许的。这年轻人啊，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出来，这不能总向前看，是不是？林老师，哎，这么拿着方便点。哎啊，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？送面训了？顾许，谢谢。他在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。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，我好心里有个准备。不然你听他说那话，你不觉得特别的虚伪吗？啊？谁不想财务自由？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？他削那苹果，给爸一块，给妈一块，你让医院里的人还以为他是你老公呢。老婆，老婆，到了。我怎么停这儿了？先下车。哎，一会儿你回家，说点好听的啊。爸妈年纪大了，老人嘛，你得嘴甜点，哄哄就好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不打招呼把他俩扔在医院，那都是不礼貌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干嘛去？我加班去啊。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。咱俩不说好了吗？我主外，你主内。知道你辛苦了，我也不想加班，公司一堆烦心的事儿，可我不去没钱赚呀，谁养家呀？我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不就是为了给你还有果果给你们遮风挡雨吗？回去吧啊。遮风挡雨，岂不知很多时候，家里的风雨更大。妈，今晚你回去休息啊，我照顾爸爸。魏明爸妈已经回南山了。不用了，我们请了护工照顾你爸，这样呀我也放心点儿。护工很难找吧？还是顾许帮忙，不然的话，有钱你都不一定请得到。爸妈，顾许吧，毕竟是外人，咱不好总麻烦人家的。顾许怎么算外人呢？老张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请护工的钱啊，我们都已经给顾许了。还有啊，你这每天带着小苹果忙里忙外的，已经够忙的了，对吧？就别天天往医院跑了。我这也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就回家了，啊？没事儿，来。挺没底的，我觉得我表现的一般，要是别的公司也就算了，这可是磐石哎。
多少人孝敬了脑袋想挤进去，像我这样的肯定没戏。等会儿见啊。我刚才听你说磐石啊，磐石在公开招聘吗？是啊。哎，姐，你也知道磐石啊？我有一个表妹是学 IT 的，我帮她问问。哦，磐石这次招聘的是研究院的助理岗位，可以接触到行业内的顶级大拿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，岗位特别难得。要是能在磐石的研究院里干上2年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都可以随你挑了。妈妈，今天教练又夸我进步啦。妈妈看到了，果果真棒。洋洋，拜拜，果果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林双吗？我是啊，哪位？我是磐石的朱小晴，打电话是通知你，你已经通过了磐石研究院助理的初试，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来公司进行复试。我刚才碰巧在人事部看到份简历，是你江大的校友，跟你好像还是同一届的。快点，校友服务器出问题了，赶紧的！怎么了这是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客户举办购物节，由于下单人数过多，导致了服务器崩溃。他们已经通宵了好几晚了，还在寻求冲突。跟着我来试试。所有方法你们都试过了吗？啊，对。其实核心是预热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像冬天我们开车要预热一样，我们光顾着开车就跑了，没有充分考虑到预热。你们一会儿看一下监控系统的数据，当到了一个大流量的时候，我们的数据是一波一波送过来的，没有预热的时候，就要从其他地方调资源，导致系统跟不上。我调整资源，做了预热缓存，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哦，不愧是顾总。上次你走以后啊，我看到你落下的资料，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，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，很符合我们磐石不拘一格对人才的筛选。于是啊，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，也就是人事部的总监，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。谢谢你，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我也帮你一个忙，就算是报恩吧。哎，对了，这次面试新上任的 CEO 也在，要好好表现。会议室在那边。林双是吧？啊，坐吧。好的。不要紧张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磐石的 CEO 顾总啊，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，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，我们就简单聊一聊，真实的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。好的。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，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，选择放弃事业，成为全职主妇。那现在我能问问你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，决定重返职场？我是为了我女儿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，她非常喜欢打冰球，也很有天赋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每当有人听说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。我女儿也经常问我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？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只有男孩子才能做？”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，我也回答了很多次，但我想还是没能得到她满意的答案吧。我知道，以我的年纪，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，想重返职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，陪伴女儿成长，
这件事情我不后悔，但是现在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，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，让她知道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。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。我觉得虽然林双的工作经验有一些欠缺，我们招的就是助理，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的去累积。舒曼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。顾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？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，在暗箱里操作，可解释性不大，你怎么看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，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，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，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。算法行业日新月异，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。抱歉了，像你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，不适合我们磐石。下一个。还有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、好的天分、好的机会，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，而你就是这种人。跟妈妈视频。妈妈，哎，果果，我回家我做馒头啦！你看，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馒头。哎呀，果果真棒！妈妈，你是不是哭了？妈妈没哭，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。那果果帮你吹吹吧，果果吹一吹眼睛就不疼啦。妈妈，你的眼睛还疼吗？真的不疼啦，果果真棒。果果在，妈妈就不疼。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。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。好了，果果吃饭了啊，来跟妈妈拜拜。拜拜，果果。妈妈，来亲妈妈一下。林双，你以为你是高中生吗？一生闷气就躲在这儿，你幼不幼稚啊？老师和师母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以为你出事了，差点就报警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来看我笑话？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之前一直压你一头的林双，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，开心吗？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先回去再说。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你之前骂我骂的不是挺起劲的吗？如果你说的是面试的事情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顾勋，你凭什么看得起我？啊？是，我是放弃过自己的理想，但那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无可奈何之下我做的决定，不是谁都可以像你一样的。
你一个人，你可以勇往直前的追寻自己的理想。这个世界除了理想之外，还有责任的。在这些责任面前，我一个人的理想不算什么，我可以往后放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家庭和事业没有办法兼顾。但既然没有办法兼顾的话，就得有人做出牺牲。在跳。你干嘛？接我车被堵在半路了，我赶时间，你顺路送我回趟磐石。麻烦了。不是你这人，谁规定顺路我就得送你回去啊？来，我给你看看，看，我已经接了别人的顺风车了，我现在取消是要被投诉的，请你下车。你现在面临的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咱俩就在这耗着，你接不了订单，我接下来的会议也会被耽误；第二，你取消订单，送我去磐石，车价我照付，咱们俩皆大欢喜。你讲不讲道理呀？你下车，哎，我只能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如果实验数据达不到预期的话，那么整个项目取消止损，所有的资源撤回，项目组原地解散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这些都是今天会议上要讨论的议题。是，你全部都打印出来啊！我一到公司就要看到。既然对方有诚意合作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考虑的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的。哎，司机师傅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啊，谢谢。司机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司机师傅技术不太好。喂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司机是开战斗机出身的。对，司机里的战斗机。丽姐，我呢搞了2张画展的票，知道你喜欢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艺术家的？我听冯凯说，经常在画展上见到你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，确实是有件事情要向您请教一下。今天例会上，林总的态度特别奇怪，再加上我们产品部上下的账号又突然被冻结了。您说这2件事情加在一起，应该不会是巧合吧？感谢自媒体兴风作浪喽。一方面接受匿名的爆料，当然他也不会拒绝我们去查到底那个匿名的人是谁。反正翻来覆去的，他们收获的是流量，挣的就是嗜血的钱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公司在查内鬼喽？那如果查到这个内鬼，公司会怎么处理他？
首先做错事情的肯定是泄露了客户资料的人，爆料的人并没有违法，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公司会容忍他的员工不管出自任何的原因，去做出损害公司利益、损害公司形象的事情。那假设我是担心啊，如果这个内鬼出现在我们部门，魏姐，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。查呀，找到内鬼为止。查。我猜你一直没有存我的电话号码吧？为了能顺利收到车费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加上我的微信。回来了。吓我一跳，你这么还不睡啊？起来喝杯水。你呢？又有应酬啊？王总非拉着我喝酒，我说我不喝，非得让我喝，喝的着急，有点多。你们方舟最近总在热搜上挂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公司那个内鬼找到了吗？如果我要是他呀，肯定担心的都睡不着觉。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找一个替罪羊呗。找谁当替罪羊？死对头，或者老婆啊，这个事情跟咱没关系啊，不用操心，早点睡觉吧啊。妈又回来了。最近业内有个传闻，说是方舟的市场部总监泄露用户数据的事情，是他们自己人捅出去的。这事情既然已经能传到我的耳朵里，想必方舟的人都已经知道了。此时应该正在排查内鬼呢。哦，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就算我都是吧，我看不惯有的人一边在朋友圈搞着秀恩爱，一边又私下搞小动作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这系统怎么就恢复了呢？怎么，你还想消极待不下去啊？早早，早上好。哎，江姐，你快递。谢谢啊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这个就是一次系统升级了？怎么了？我听说方舟在排查内鬼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重要。这2天我想来想去的，总是觉得心里不安。我怕魏明为了自保，又使什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已经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上面一直在找，也没有找到，所以就不了了之了。还有啊，以后我不会再帮你了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不是关心你，我是怕你犯蠢连累我。HR 找你，不是已经找过我了吗？怎么又找我？我怎么知道？
坐下吧。江喜，今天找你来是有些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。江喜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公司希望你实话实说。如果你还藏着掖着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你曾经多次报告冯凯对你有过骚扰的举动，因为没有确凿证据，公司并没有对他做出惩罚。对于这个决定，你是不是心存困惑？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之前的邮件门事件，你把冯凯对你性骚扰的录音群发到全公司，导致他离职。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去报复他？你们搞错了，我不是爆料者。你是不是爆料人，公司会有评判。但是现在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真的不是爆料人，爆料人公开了冯凯下载用户数据日志，以我的权限，我根本看不到这些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的权限是不够，魏总的却可以。偏偏事发后，魏总账号的操作日志、登录记录全都被清空了，而账号最后登录的 IP 地址正是你江喜的工位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？事出有因，我相信江喜也是一时冲动。再说他是我招进部门的，算是我半个徒弟，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是有责任的，还恳请公司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我是因为被骚扰，就有了报复冯凯的动机，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，应该有一个人比我更希望冯凯倒霉，对吧，魏总？魏总为你求情，你居然反咬一口，没见过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如果不是你做的，那么请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盗用魏总的账号？编不出来了吧？江喜，江喜，公司出现内鬼，真的不是件光彩的事情。上面也希望大事化小，只要你配合办理离职手续，公司保证给你工资 N+3的补偿，这样你的履历漂漂亮亮的。公司希望得到你尽快的回复，好吗？你为什么要那么讲？我做什么了？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为了你消除证据，为什么要污蔑我？江喜，你真当我傻吗？是你偷看了我的电脑，难道不是想抓住我的把柄，我将我牢牢地拴在你身边？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今天倒霉的就是我。所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。所以过生日也好，求复合也罢，你都是在演戏给我看。你为的就是想要让我放松警惕，对吗？你说话呀！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。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，
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很公平啊。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们俩认识又不止一天，看在情分上，我再帮你一次。接受公司的条件，拿钱走人。魏民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？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什么爱不爱的？江喜，做人不能太贪心了。N+3现在对你来说实际一点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爸爸回来了。宝贝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想你了呗，就早点回来。哎，林双啊，你给明明夹个菜，把那个真空包装的盐水鸭给它切一切。好。果果，拼什么呢？拼图。来，爸爸帮你。拼斑马呢，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？爸爸，你别捣乱。哎，这爸爸还没动呢就捣乱，行，那你跟奶奶拼着啊。爸爸去帮妈妈去。需不需要帮忙？不用。行，那我跟爸聊天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听玄子说你们方舟最近总出事儿啊？别听他瞎说，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要说有事儿吧，就有点小事儿。一小员工为了自己的私利，想拖全公司下水。哎，这人你认识？江喜。我以后啊，再也不用看到他了。啊。古装玄幻啊，我知道这戏，说好像收视率挺高的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别喝啤酒了，一会儿我开瓶好酒，咱俩喝。有什么好事啊？喝的时候告诉你。这个是好，行，好，是的吧？哎，对了。什么？参加过一选秀。老婆，饭做好了没有啊？我去，姐，家里进贼了！姐，姐，怎么了？别讲了，你干嘛呢？离我远一点。行，你们没事就好。姐，妈刚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她说打你电话你也没接嘛，
还是说家里那个建房款的事情？他说那几万块钱，他让你尽快给他打回去。没事，也不着急，我一会儿跟他说。我让你滚！江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在我看来，整个方舟都是黑白的，只有你是其中那种最亮的颜色。从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。可就算这样，我也不想放手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有信心，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。你说对吗？我姐她出事儿了！上车。你姐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不见的。我昨天一进家门，推开那个房门，给我吓死了。所有的衣服、东西啊、杂物全部扔在地上。她拿一把剪刀在那剪衣服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脚放在外面。我想问她，她不理我，也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我想靠近她，她不让我靠近，还打我。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让她就在那坐着。结果今天早上一看，她人不见了。她能去哪儿呢？你姐就没有朋友之类的吗？应该最近联系的最多的就是你了。我当时还想着去找她那些前男友。那老家呢？有没有可能回老家散心去了？她来江州这么多年了，从来就没回过老家。她宁愿死在外头，也不会回去的。那就先去我知道的地方找找吧。行。江喜来了吗？啊，稍等啊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哦，他今天没来。没来。走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您好。见过这个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没见过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夏海。啊，不用客气。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会不会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，还是说他得罪了什么人啊？喂，哪位？来杯水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好，您的水。谢谢。林霜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早就听你的话。他是一个孔明引荐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。这些全部都是假的。什么好好先生，什么顾家好男人，这些都是他演的。他就是在欺骗别人的感情。可是我没有证据，谁会相信我？你说的对，要是真的闹起来了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业内出名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至于魏明，他不会有任何损失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之前不是你找我说要跟我一起对付他吗？魏明一定会付出代价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更不值得拿我们的人生来交换。早晚有一天，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，相信我。
世界上没有捷径，无论爱情还是生活，只有靠自己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。你是怎么爱上魏明的？读书的时候，我挺心高气傲的。那些比我优秀的男生，在我眼里是竞争对手；不如我优秀的呢，我又看不上。久而久之啊，这些男生都离我远远的，只有魏明，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，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。所以是日久生情。且说是日久生情，不如说是害怕失去。当你习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人生活就会变得很难以忍受。后来，两个人变成三个人，三个人变成一大家子人。经营一个家庭真的是太难了。如果两个人的通力合作，才能勉强把日子过得体面的话，你就更没有底气去谈什么爱和不爱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婚姻，过着过着，就变成得过且过了？别人我不知道，至于我嘛，也许是想跟自己较劲，想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过得不错。我这一路啊，好像是走得太顺了。原生家庭幸福美满，上学之后呢，三好学生，学霸，毕了业之后结婚生子，孩子活泼健康，老公事业有成。在我眼里，好像这些困难就像是试卷上的考题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就一定能拿满分。我既然选择了家庭，那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，是我唯一的目标。就算是得过且过，也要咬着牙往下过下去。其实这件事情最难过的，不是魏明的出轨带给我的伤害，而是我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带来的挫败感。想不通，这么大一场败仗，我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？我之前也纠结过，也妥协过，也自我催眠过，但还是输。我一个连试卷都不愿意做错的人，婚姻的失败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红叉，把我的人生全给否定。你别这么想，你离开那个人渣，以后你的生活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。你呢？打算怎么办？真像他们说的一样，拿安家3走人吗？我不走，要走也不是我走，我还要继续留在方舟，这是我努力争取的工作。再一来，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失业。放心吧，因为你的鼓励，我一定会振作的。你答应我的约定，也不要忘了。哎，早啊！林月，你一会儿通知一下 HR 那边，就说战略创新部要招个新的主任。早上好，早啊，早，今天来挺早啊，来早了。进来，早。你来干嘛？我来上班，不然能来干嘛？别装了，虽然没明说，
但大家都知道你就是那个出卖公司向媒体爆料的内鬼，你怎么还有脸来啊？既然没有明说，那就是道听途说。米雪，你大小算个经理，听风就是雨，让其他部门的同事听见了，会笑话我的。那还要通知 HR 的人吗？不知道。早啊，在洗澡。小杨，早。美式是吧？嗯，对，你看要喝美式还要拿铁？这个。好，到了，慢走啊。谢。哎，不客气。江海，林商姐，之前不是说想听我的创业想法吗？所以我把商业计划书又完善了一下啊，看你有没有时间，我就占用你一杯咖啡的时间。好啊，在哪儿？发给我。行，好嘞，那到时候见啊。好，谢谢林商姐，谢谢。那就说，我这款 app 想要解决的痛点是给想要装修的人去避雷。首先呢，我会告诉我的用户装修的流程是什么，需要采买什么物料，期间又会遇到什么问题，以及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那这些呢，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有经验的人，向他们去请教。我现在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装修的专业交流平台，让广大的住户能够优化装修效率，节约装修资金，提升他们的居住审美。而且你看，我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乐住。乐住。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真的？不过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这个 APP 呢，看上去是一个交流平台，当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是会把装修的上下游资源都打通的。但是在流量变现之前，你靠什么支撑运营呢？确实，这个我还没想那么细，回去再想想。创业啊，有好的想法当然很重要了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这些好的想法变成现实，让项目落地。而这个落地的过程，它肯定是基于对行业的充分了解。我呢，也没什么工作经验，没法给你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不过，我可以把自己的笨办法分享给你。哦，好嘞。这些都是你开顺风车开出来的？这个太厉害了吧！这个。所以啊，我的建议是，我希望你别着急，你就从最普通的员工干起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充分的对行业有了解。你人聪明，学习能力又强，相信很快就会学以致用的。我也是一样，不被人看好，一切要从零开始。你坚持梦想是轻装上阵，如果失败了，就从头再来。我呢，是负重前行，孤注一掷。对，谢谢你啊，刘少姐，你做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懂我的那个人。根据你的简历呢，我们能给您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设计师的助理。哦，好，每个月工资是5000，来坐。哦，行。最近呢，公司比较忙，设计部呢每天基本上都是到10点以后才下班，没有双休日。那
不忙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调休的吧？理论上是可以的啊。不过去年呢，整个设计部呢接了7、8个大单，可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候。哦啊，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行行，那不打扰您了。哎，你是 RISD 的？是啊，你也是。没有，我是 AA 的。哇，大神啊！江海，江海是哪位？晚上见，拜拜。下家找到了吗？你的简历我发给了几个相熟的猎头公司，有适合你的岗位，他们会和你联系的。我劳魏总费心。毕竟大家有那么深的交情，作为曾经的上级，我还是很关注你的。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泄露数据的事，我是当了替罪羊，但听说董事会对魏总也颇有微词。你不会走运太久的。我一路做到 VP 的候选人，你以为靠的都是运气？魏总好。李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魏总，你可来了啊！坐下说，坐下。你们佑果视频签了那个美丽堂入驻是吧？哎，谁不知道美丽堂不管是它的包装还是配方，抄的都是我们赫拉，我的产权官司都还在打着呢。魏总啊，您说的这些情况，我们前期确实没有了解到。美丽堂入驻你们平台1个月啊，我们赫拉的销量直接下降了10几个百分点。哎，我们的流水也事关广告投放和你们的业绩啊！你们方舟那么大的公司，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李总，您先别着急，我特别能理解您的难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内部调查一下。你不要跟我绕弯子了，今天方舟就必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。我们赫拉只有一个要求，您说，美丽堂这种冒牌货下架。李总，您还要不然这样？我在跟你老板讲话，你别插嘴。李总，我们是你们的。哎，这干嘛呢？我赶紧拿水。抱歉，李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李总，我先帮你擦擦。实在抱歉，李总。我每年可是有70%啊，利润的70%是投给你们做网络营销的，这就是你们方舟的待客之道是吧？李总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先带您去卫生间处理一下。对对对，赶紧处理。快去！李总这边，洗手间这边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李总。小伙子新来的吧？对，试用期第1天，这 HR 也真是个招的都什么人啊，笨手笨脚的，连杯水都不会倒。美丽堂的事情，你抓紧了解一下啊。好的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李总。谢谢李总。李雪，一会儿跟佑果视频方联系一下，说一下李总的要求。好，现在就去。我也先去忙了，魏总。明波，你过来一下。您说，魏总。刚才是故意的吧？被您看出来了。胆子不小啊！赫拉美妆是佑果视频最大的客户，你刚才手一抖，差点抖掉了公司几千万的单子。
赫拉之所以每年能拿出利润的70%去做网络营销，证明他们的业绩还是很依赖网络平台的。虽然他们是甲方爸爸，但流量是在我们手上，他们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、耍耍姿态。那我手抖一下，就是想让他们认清现实。做的没错，好好干。谢谢魏总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为了不辜负我们之前对采样的努力，使算法呢能够尽量的淘汰掉老的数据，我们完全可以额外的维护一个大小为 M 的大顶堆。堆中的数据呢，按照上次读取时间的值进行排序，这样一来呢，堆中的最新数据。喂，妈。喂，林双啊，哎，我和你爸爸现在在外边，哎，说好去看一个朋友，一起吃中饭的，可是人家去海南去玩去了。啊，这样啊，我们马上坐地铁回来，你呢就多烧点中午饭，我们是要回来吃饭的。哎，不是妈，我。接个电话。喂，林双，怎么了？喂，林双。喂。喂，江喜啊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可以啊。什么忙？小果果是不是想我们了？不就爱吃这个吗？当然想我们了。魏伯伯，魏伯母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是啊？我是魏总的下属。我之前在魏总的朋友圈里见过您和伯父的照片，我印象老深刻了。您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，气质不要太好了，特别显白。哎呦，真啊！你也是来找魏明的啊？啊，是啊，我是来给他送购物卡的。哦，那个正好看见伯母伯父了，交给你们也是一样的。哦，哎呦，正好，我的染发膏和护肤品什么都没了。哎呦，正好正好。那太好了，这个卡门口超市就能用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打折，还有大促销什么的。那咱们赶紧去吧，别楼上楼下跑了。叔，你给我这些东西，我给你们送。哎呦，太麻烦你了，谢谢你啊！不麻烦的，辛苦你，辛苦你，不辛苦不辛苦，你们快去吧。谢谢啊！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不着急啊，你们慢慢逛。500块钱的购物卡够他们买一阵了吧？哎，这边。这边我有没？谢谢啊。哎，外卖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哎，500块钱让你花掉，你看都没了。我还贴了一点呢。开心就好。哎，对，我帮你拿吧。来，在这。人已经回来了。啊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快放！哎呦，哎呀，正好吃饭了啊。林双辛苦了啊。爸妈，下次回来吃饭呢，最好提前跟我说一声，白天事儿挺多的。一个家庭主妇，可比上班还要忙。
你说，你这个菜做的比外面饭店的大厨做的还要好吃。洗手去。完美。听课成本637块，一定报销，连本带利。大家呢回去整理整理，尽快的为咱们这个季度总结会做准备，好吗？好，先喝点。你这个帮我留下啊。 OK， 没问题。哼，有想法啊！这种女人都是奔着攀龙附凤去的，浑身上下就这张脸能拿得出手，肯定要卯足力气卖个好价钱的。你这种人，想都别想。怎么样？你们家那2座大佛还在呢？看来是准备长期作战了。我现在出门听课跳操啊，都弄得跟做贼似的。上次多亏你帮我打掩护呢。哎呀，我真是搞不懂你啊！都要离婚了，干嘛还藏着掖着，跟小媳妇似的？现在还没到真正谈判的时候。一来，我需要找工作，为离婚做准备；二来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说我接下来的打算。我既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过得不好，承认婚姻的失败，又怕他们为我担心。你知道，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啊，他没有办法站在我的角度来理解离婚这个问题，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不一样。你呀，活得可真累。你做事情吧，总是条条框框的，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。你做事倒没那么多规矩，还只考虑自己。你的境遇又比我好到哪儿去？嘿，你这人，我为你好，你干嘛还反过来说我呀？唉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这上次数据泄露的事儿，林总的气估计还没消呢。这又偏偏赶上这个季度的总结会，这个季度咱们部门也算是扎到底了。魏总，其实我们扣点绩效都是应该的，我们主要是担心魏总您升 VP 的事儿。这个季度的业绩这么难看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？问题不都摆在明面上吗？方舟的技术向来是短板，算法的更迭一向滞后，跟不上市场变化。就算产品再好，那没有好的技术也是白搭。我们要抱怨吧，上面肯定会说咱们甩锅。咱们要不说呢，我们产品就是一直在给技术当背锅侠，吃的都是哑巴亏。没关系，我相信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业绩一定会提升的。我宣布，江大110级的技科专业大型演唱会现在开始。首先，荣幸的有请608寝室的10大优秀青年歌手，现在号称发际线后移的小王子的我，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。这快唱嘛！快唱的。放音乐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对了，轩子，咱们这儿还有谁没来呀？反正我那聚会信息群发了，那来不来看大家时间。咱俩得有2、3年没见了吧？是啊，哎，我错了，瞎忙，搬砖呢。听说顾徐也回国了，那人家也不可能来啊，人家现在是身家过亿的 CEO，跟咱们这种打工人那就是云泥之别。
真的是，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啊？你想他有，你可以打开电视看看新闻，那里有他。哎呦，对呀，真是。妈呀！同学啊！同学啊！同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！哎呦，到底是铁哥们儿啊？是呀是呀，还记挂着我呢。你终于出现了，同学，我的名片。同学，那个什么名片呢？行了，让人坐下说话了，好吧？好，对，快坐下。这里专门给你留的。顾旭，你还记得吗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可是没少抄你的作业。哎，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头发怎么还这么好呢？也不好。来，顾大婶，我拍张照吧。我也要。哎呦，老同学搭什么搭了？就是的，来。修图，我看一下。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逮住了，不做也不亏。你看，我怀疑林双没错吧？啊，你看，这什么呀？酒店消费的住宿费，我早就说他在外边七搞八搞的。哎，这说不定是明明的呢。怎么可能是明明的？就在洗衣房找到的。明明也不洗衣服，那肯定是他的呀。哎，玄子，把他看住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！我把歌唱完。哎呀，全班的骄傲，给我喝一个吧。酒量不好。来，不喝看不起人啊。哎，咱们班人还没到齐吧？咱们班就这样，哪回人都没齐过。林双呢？你千年老二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。他应该在家看孩子呢吧？我们组织好多次了，每回他都不露面。来，哎，我亲爱的顾总，来，拿着呀。同学聚会，你怎么没来？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。顾总，我真服你了，说好了同学聚会还合作，现在过来吧，同学情谊太大家都到了。不过去了，太忙一天了。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，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。既然你这么闲，帮我解答个问题。哦，我们先过去跟那个聊一下呀，告诉他一声，咱们一夜就错过，你为我下雨，我为你撑伞吧，不要像雨蒙。你把第7行的条件函数去掉，把第4行的参数和第8行的参数对调一下试试。那再帮忙看看这个，谢谢。学会遗忘了，问题你都不回答，是坏了吗？干嘛呀？林双，你今天要实话实说。说什么？你一天到晚心思都在外边，是不是在外边搞7搞8？我有没有胡搞？你们问问自己儿子不就知道了吗？喏，你今天就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。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一看，你看看，让你老婆说一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家呢，家风一向是清清白白、本本分分的啊。3000多元啊，3000多元的酒店消费，你消费了什么？哎妈，这小票是我的。
这是我上次出差酒店的房费。这好像是本市的。嗯，那就是他们前台肯定搞错了，商务宴请的餐费和房费搞混了。方舟商务宴请什么时候标准这么高？重要的客户可以特殊申请。行了吧，回去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几天你确实是在外地出差呢。妈爸，来，你们搞错了，哎呀，误会，我们两口子好着呢，你去吧，你别小票嘛，能有什么事儿？走。哎，误会给我。误会在哪儿了？酒店嘛，业务那么多，来来回回的房费、餐费，他们肯定是财务搞混了。你说到财务，那个我今天还去趟银行，你上次说那理财还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以后咱们家这些钱还得多听听你的建议。可以呀，正好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银行做理财专员的，最近想做点业绩，让我帮忙。我看了，有几个产品挺合适的，利率不错。那正好，我年底的工资加上奖金，扣去咱们家的家用，拼凑的，差不多50吧。我爸呢？哎，出去锻炼了。那个林双昨天晚上怎么说呀？没怎么说。儿子，你说说你是不是有点钞票就了不起了？敢在外边搞七搞八的，我们这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昏了头了你。没你说那么严重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都过去了。林双真的没跟你计较啊？没有，我把年底的奖金扣去家用，有50万吧，都给他拿去理财了。50万，你又给了他50万，够黑的呀！谁说那个林双不计较啊？啊，你把柄抓在人家手里了，把钱拿出来了。反正都是咱们家的钱，存哪儿不一样？怎么能一样啊？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钱在谁的手里，谁在家讲话就硬气。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了，我来想办法。江琪，帮我个忙呗。哦，什么忙？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你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花吗？我要是答应你，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该管我要微信，然后3天2头的问我这个花怎么样，然后顺便再跟我聊聊诗和远方。你还真是，挺冰雪聪明。下次啊，你再耍心机的时候，记得要做功课。这种多肉10天半个月也不用浇1次水的，
你这种烂俗套的办法早就过时了。如果你能看穿我的心机的话，那是不是代表我的心机也没有白费了？明博，谢谢你。江喜这样的郊区名媛真的不适合你，将来你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我不这么觉得呀，我倒是觉得我跟江喜是一路人，都是起点不高，独自一个人来到大城市，靠自己努力打拼。我觉得我有戏。吃点坚果。宇哥，跟我出去见个客户。好嘞。上班时间，也就你有心思在这儿看风景啊？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做，在工位上待着也是浪费水浪费电的，不像你，在工位上少待1分钟都是浪费。魏总，麻烦签个字。谢谢啊。魏总，这个江喜他捅了这么大娄子，也就是您心善，您才给了他一个主动离职的机会。正好我赶紧递交辞职报告，我就走人了。哦，他倒好，今天迟到，明天早退，拿咱们公司当咖啡厅呢，这不摆明了故意恶心我们吗？你去把江喜的劳动合同给我拿过来。好嘞。